不知多少小伙伴和我一样，曾被游戏里城堡窗前的这片静谧阳光所打动呢？等等，为啥窗户上的玻璃都是圆圆的一小个，而且看着都有点模糊不清，感觉像是把啤酒瓶底子一个个给安上去的，而且还自带波纹滤镜效果。这到底是为了保护隐私，还是碍于当时的技术局限不得已而为之？今天咱们就把这事儿给掰扯清楚，看看这些圆圆的小玻璃们到底是不是啤酒瓶底儿拿来做的。其实在游戏中这种玻璃并不少见，不管是前期的特罗西地区还是后期的苦腾堡地区，玩家都会在贵族城堡、教堂和富人住宅上看到这种由一块块圆形小玻璃拼接而成的窗户。那么这些小玻璃真的是用啤酒瓶底儿做的吗？其实这种玻璃虽然从外观上看着确实很像，但其实它的真实学名叫做牛眼玻璃，是中世纪一种独特的玻璃制造工艺下的半成品。因为玻璃中心比较厚，边缘较薄，加上中心视觉模糊，就像牛的眼睛，所以被称为牛眼玻璃。牛眼玻璃在历史上主要出现在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尤其在英国、法国、德意志地区被广泛使用。后来在14世纪，这种玻璃在中欧和北欧逐渐出现并使用，而游戏所处的波西米亚王国则大部分位于如今的捷克共和国境内，所以我们在游戏里才会看到这种牛眼玻璃的出现。此时小伙伴们可能好奇，既然不是啤酒瓶底儿，那这种玻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接下来咱们就讲讲这牛眼玻璃的具体制作技法。其实牛眼玻璃的制作工艺被称为吹旋法，具体制作流程呢，主要分为吹制、剪切、旋转、切割4个步骤。首先在制作之前，工匠会把河沙或者石英砂倒入熔炉里高温融化，之后再加入木灰和石灰石，前者呢主要作为助溶剂来降低沙子的熔点，而后者呢则作为玻璃的稳定剂，可以让玻璃不易溶于水，质量更稳定。在等待沙子被熔炼至熔融状态，就像一块滚烫的蜂蜜时，师傅就会用吹管将熔融玻璃吹成球状或空心泡状。之后吹好的玻璃泡会用一根实心杆固定在一头，而玻璃泡的另一头被切开，形似皇冠或钟罩。然后工匠会手握实心杆对玻璃钟罩进行加热后再旋转，利用离心力把钟状玻璃快速旋转摊开。这个过程中玻璃被拉开，中心区域较厚，而越靠边缘越薄，形成了一个直径大约在 1.5 米到2米的大玻璃圆盘，有点像放大的红酒杯杯托。最后展开的玻璃圆盘等待冷却后，就成了一块稳定的圆形玻璃。然后整块玻璃呢，会按照需要的尺寸被切割成多个小玻璃块。靠近边缘的玻璃由于更为平整和光滑，都被用于高级场所，而圆盘中心的类似牛眼状的玻璃则会用在更注重隐私的贵族城堡，或者对玻璃质量要求没那么高的地方。聪明的小伙伴可能会问，教堂应该也算高级场所，那为啥游戏中的教堂都用的是质量较差的牛眼玻璃呢？其实牛眼玻璃在游戏中教堂的大量使用，其实是因为关于牛眼玻璃的历史资料表明，在中世纪尤其晚期，这种牛眼玻璃的确曾被用于波西米亚的教堂和贵族城堡，所以这一点是符合史实的。其次呢，由于当时牛眼玻璃制作工艺相对初级，无法制造出大块平整光滑的平板玻璃，而在制作难度上，中心位置的牛眼玻璃显然也比边缘部分的平整玻璃更低，因此可以满足多量使用。而且在当时，也不是每个教堂都有足够资金制作更为平整的平面玻璃窗或者贵重的蓄式彩窗。当然，牛眼玻璃虽然视觉模糊，但会对光线过滤，形成柔和碎裂的光感。当代的艺术学者们曾推测，是比较适合营造教堂特有的神秘而又宁静的氛围。
也应该是对基督教启示之光的宗教隐喻与物质化呈现。而回到节目最初的问题，牛眼玻璃的诞生到底是出于隐私与防护的需要，还是技术局限下的无奈之举？我认为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既是为了隐私需要，也是当时技术局限下的必然产物。人类嘛，总是能在种种限制之下找到功能和局限的平衡之道。细心的小伙伴们可能还会问，这种牛眼玻璃是如何安装上去的？平时又该如何清理上面的污渍呢？首先在中世纪，牛眼玻璃和现在的整块玻璃安装方式还有点不太一样。当时安装师傅们会先把每块玻璃嵌入 H 截面的前条通道内，拼成需要的窗格图案。前条灵活耐久，更方便拼接组装，拼接处用锡焊固定。拼好后，安装师傅们会把软性的窗泥强力打入前槽与玻璃之间，之后刮净、上色或敲蚀。这个步骤可以让玻璃更稳固，并能防止雨水渗入。完成后的窗格板通常嵌入石质或木质窗框内，用钉条固定，并用金属条做横向支撑。而应对清洁问题，在当时的教堂和贵族宅邸中，仆人一般是从室内擦洗，不需要爬出窗外。对于高处的窗户或者教堂窗户，一般使用长杆布头或者梯子擦洗玻璃外表。由于当时的玻璃造价相对高昂，即便是富人家庭也不会频繁清洗，很多时候高处玻璃10几年才清理一次。而具体清洁时，一般主要使用布、海绵和清水擦洗，有时也会加一点醋和温和的皂液来去除油污和灰尘。说到这里其实关于牛眼玻璃还流传着一则有趣的民间传说。相传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英国伦敦，一些酒馆为了防止顾客分心不专心喝酒，故意用牛眼玻璃来做窗。由于这种玻璃视觉模糊，顾客只能看到朦胧光影，外头的街道和人影基本无法看清，于是喝酒的客人就更安心地沉迷在觥筹交错中。酒馆老板借机还能多多卖出几杯啤酒，这也算是牛眼玻璃的又一有趣妙用了。不过好奇的小伙伴们也许早就注意到，为啥当时只有贵族城堡、教堂和富人家里才安装牛眼玻璃？普通平民家里的窗户又该如何抵挡萧瑟寒风呢？其实虽然当时的玻璃制作工艺可以成功造出牛眼玻璃，但由于制作工艺水平有限，并且在制作过程中既需要高温火炉，还要准备优质石英砂、草木灰等原料，再加上各种工序环节，制作成本高昂，普通平民几乎无法为这些生产成本买单。哪怕是小块的牛眼玻璃也贵得离谱，所以只有少数贵族城堡、教堂和富人才能安得起这种牛眼玻璃。而在当时，普通人家里最常见的玻璃替代品基本就是木板，简单粗暴，遮风避光。当然也有使用布料或者在羊皮纸表面抹上油纸，可以让材料呈现半透明状，稍微透些光亮。而对于大部分经济条件整体更差的平民家庭，可能连块结实的木板都没有，只能敞着或最多用布帘遮挡。当然遮风避雨和保温的效果自然就差很多了。也许你也和我有同样的疑问，在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没有更为先进的玻璃制造工艺呢？答案是还真有。正如节目一开始提到，牛眼玻璃的发展和应用主要集中在公元12到17世纪，而在13到17世纪的威尼斯，这堪称当时欧洲玻璃技术的巅峰代表。而威尼斯共和国在中世纪末期是文艺复兴时期，控制了地中海的贸易与玻璃产业。为了加强监管，防止技术外泄，政府在13世纪末就把所有的玻璃工坊都迁到穆拉诺岛，于是穆拉诺岛就逐步发展成为欧洲当时最重要的玻璃创新中心。而威尼斯实现的最重要的技术突破就是发明了无色透明玻璃，由意大利玻璃艺术家 Angelo Barovia 在15世纪发明。这项技术成功去除了玻璃中的杂质，
让普通玻璃达到了几乎水晶级的透明度，远胜于大多因杂质而呈现绿色或黄锈色的牛眼玻璃。此外，还制作出了极薄的吹制玻璃器皿，被后世称为威尼斯镜的镜面玻璃。那么在同一时期，玻璃工艺在中国又是如何发展的呢？其实虽然中国古代不生产建筑专用玻璃，但在同一历史时段的宋、元、明清时期就已经掌握铸造、烧结、磨压与釉下彩琉璃技术。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宫廷琉璃窑烧制的宫廷装饰、佛教法器与琉璃瓦，色彩丰富，质感细腻，只是发展方向更偏向装饰与建筑外观，而非透光窗户。可以说，同时代中国在色彩与釉料工艺上也毫不逊色，只是各有千秋，属于和欧洲的透明玻璃技术不同的技术体系。所以总的来说，牛眼玻璃更多是建筑实用派的产物，而世界不同地区的玻璃工艺则共同推动了玻璃从宗教光影走向科学与艺术融合的转变。那么，知道了牛眼玻璃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玩家的游戏体验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这里是结合了自己的理解和一些游戏设计理论，简单整理了下思路，大伙儿不妨听一听，全当是抛砖引玉。那么在我看来，游戏中的牛眼玻璃并不只是对中世纪建筑工艺的还原，它既让玩家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样貌，也通过光影和空间的运作方式，让玩家亲身感受中世纪的秩序与信仰。在贵族的城堡里，牛眼玻璃透过厚重的墙体筛选出有限的光，那似乎并不仅仅是为了照亮，更像是为了区隔。光与温暖只属于高墙内的阶层，那是权力对光亮的垄断。而在教堂中，同样的光却因牛眼玻璃变得模糊破碎，它让来自神的光变得可感却遥不可及，同时也仿佛隐约传递着游戏设计者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无法直探真理的无奈，只能透过不完美的玻璃去感受神的存在。所以游戏通过这些微小的细节，不只是再现中世纪的建筑样貌，更是在空间、视觉与光影的系统中，让玩家亲历那个时代的权力与信仰逻辑。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耐心收看。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我是 Gavin， 我们下期见。